在我们舰艇啊，相对于解放军海军的新锐舰艇都处于一个落后状况的海锋大队就显得很重要。台海当面东部战区岸岛部队呢的规模有3个团，台海一旦发生战争的话呢，台湾海峡几乎会是清空的状态。在近海的攻击上面，解放军他就会把这个工作交给岸岛部队来进行。新闻是表象，我们带你看见真相。欢迎收看《关键台海》，我是温约瑟。今天看一下这个新闻吧。雄风2型反舰飞弹发射后，精准打击市区外目标。这一款国军捍卫台湾的关键武器，机敏资料却被海锋大队自家汰除的士兵泄露给中共女特工。检方侦办发现，这位女特工是中共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通信站的情报人员，以楚婷当作化名，更自称是某时报的驻香港记者。2023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了因为赌博遭到汰除的海锋大队林姓上兵。双方从未见面，仅透过聊天就决定交往。林姓上兵更当起中间人，联络人在海锋服役的蔡姓士兵，和对方说：“你缺钱，可提供军中资料，可以赚钱。”蔡姓士兵尝到甜头之后，再拿手机翻拍雄2飞弹发射车上的放列阵地操演教范全册，以及飞弹车操作手册等。楚婷也觉得很有军事情报价值，汇了3万块当作酬金。OK， 就是一个共谍案。那大家都知道海锋大队是做什么的吗？海锋大队其实是这个国军当前一个很重要的单位。那它是海军呢少数就是不用上船的单位这样子。那海锋大队其实它就是陆基型的反舰飞弹，然后它用这个机动或者是固定阵地的方式呢，这个对海上来发射这样。目前呢，中华民国海军呢重要的单位之一，在我们舰艇啊都比较构型年代都这个相对于解放军的海军的新锐舰艇都处于一个落后状况的情形之下呢，海锋大队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海锋大队其实近年就也有扩编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件事情才会这么的严重。OK， 那台湾有海锋大队，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解放军有没有类似的单位呢？有。那今天我们就要介绍这个解放军的海锋大队这样子。那台湾是叫海锋大队啦，就是陆基的反舰飞弹。那解放军它会有一个名词叫做岸岛部队。我们今天想要让大家认识一下，就是岸岛部队，它其实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有许多的固定阵地，还有发射阵位。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到一篇央视的报道，然后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发射阵位会长什么情况。那这一篇就是报道岸岛部队，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内衣是穿着这个卫生衣是穿着海军蓝的，它是海军这样子。OK， 这就是反舰飞弹，后面有挂一层伪装网，然后进入阵地。OK，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新闻报道，其实它经过剪辑了啦。它其实是把很多不同的地方把它剪在一起。那这个地方我实在是非常有印象。这个地方我实在看过太多次。这个地方就在这里。首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上次有讲到火炮的嘛，就是军事符号嘛。岸岛部队同样也有，它就长这个样子。这边写一个 ASM， 然后一个飞弹的符号。刚刚我们影片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就在这里拍的。这个地方实在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发射阵地的，它在10年前就出现过了。它的照片比较清楚的，就是现场比较清楚的照片是长这个样子。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它的发射阵地其实都在海岸边，然后具有一些特征，包含呢，它会有这种一格一格的发射阵位，并且基本上都是以4个为单位。为什么是以4个呢为单位呢？因为发射的这个最小单位会以4辆发射车为单位，那它都要拉这个线。大家知道这个线是干嘛的吗？就是这个线就是有线通信，就是我们知道军队的通信有分2个，一个是有线电，一个是无线电。这个就属于有线电，就是有线通信。那解放军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这种有线的通信，他们又叫通信接力。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大家看到这个是圆弧状的，并且至少3个。其实央视在近期呢，它很多影片都是故意这种就是摄影机视角是非常低的这样子，不要拍到太多参照物。但是我们还是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其实就在我们回到刚刚的后面有建筑物的
这个地方其实就在，它离台湾比较近，在这里。我们来对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是要证明一下，它就在这边。首先，这个房子中间比较高，并且呢，这个长方形，大家注意到这边，它并没有一直延伸到这边，它就是，所以它是一个长条形的建筑物，中间凸起来一个长方形，就是这一栋。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4辆发射车盖着伪装网停在这边，它在一个工厂的旁边，这边是工业区，它在一个工业区的旁边。解放军近年其实很喜欢用工业区，不知道为什么。OK， 那它也是以4辆发射车为一个发射单位，这跟国军其实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国军的火炮也是以4门炮为单位。那但是解放军的火炮又是以3的倍数为单位，就是要么就是3门，要么就6门，要么就9门。但是解放军的发射车跟国军一样，都是以4台为单位，这蛮特别的。有研究编制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说明一下是为什么。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它后面这个工厂？1、2、3、4，它是一个三角形的棚顶，并且棚顶上面有一个建筑物，都有一个这个凸起来的，并且呢，它是从车子的后面跑到车子的前面，那车子是对着海的，这个海在这个方向，所以呢，它这个拍摄的视角呢是这样子，它是从这一边 maybe 从这里往这里拍的，上面那个三角状的屋顶呢，上面凸起来的就是这几类，就是在每一个这种三角形的棚顶上面都有一个凸起来的，并且只有4个。那这个和影片里面就是只有4个呢，这个是符合的。这个就是带大家就是认识一下解放军岸岛部队的阵地，在沿海的阵地有非常多，那基本上都会长这个样子。它都是会在一些可能旁边就是民宅啊、工厂啊之类的，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虽然它是正方体，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上一个阵地呢，基本上都是4个一组，只是说一个是圆弧状，一个是矩形的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是它阵地的特征。大家如果呢在中国东南沿海看到这种东西呢，基本上有可能就是它的岸岛部队的发射阵地。我们再给大家看几个好了。之前在这个对台演习期间，我记得也有用，这个就离台湾很远很远的，这个在江苏南通的东北边，在这个甜水港这边。这个比较特别，1、2、3、4、5，这是5个。这边有个风力发电哦，那它的阵地就在这旁边。他曾经在对台演习呢有使用过，这位是我的朋友 ，OK， 他把它定位出来，他在央视的新闻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他的岸岛部队呢发射车呢进驻这个阵地。基本上呢，这一条道路就是这一条。这个风力发电机，这个风机就在这里，旁边还有一个河，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次证明了，就是解放军岸岛部队的阵地特征这样子，就是它可能发射的时候，就是真正作战的时候，发射并不会在这种地方，但是它训练的时候会使用这些阵地做训练。那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就是台海当面东部战区嘛，那东部战区呢，这种岸岛部队呢的规模有3个团。那一个团在宁波，一个团在福州，一个团在汕头。那它依照顺序就是呢，岸岛1团、岸岛2团、岸岛3团，就是它在台海当面有3个团。它主要的作用呢，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台湾海峡，就台海当面，就是中国近海乃至台湾海峡的制海工作，就是帮海军分摊。因为台湾海峡呢，其实非常的窄。以这个现代海上作战来说，其实非常的窄。那如果台海一旦发生战争的话呢，台湾海峡几乎会是清空的状态。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中小型的船舰，就是军用舰艇的活动。那这个时候呢，在台海当面呢，就是在近海的这个攻击上面呢，那解放军他就会把这个工作交给岸岛部队来进行。那其实台湾这边也是一样的，只是解放军的岸岛部队规模其实也非常的大。就是两岸其实，在岸岛部队近期呢，其实它都有一个扩编的一个现象，尤其在这个宁波的岸岛部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营区好了，带大家来看一下。那宁波的岸岛部队呢，这边驻扎是岸岛3团，就是东部战区海军岸岛3团。
它的代号是92706这样子。那它就在宁波的这个牛二港的这个港口边。其实它近期是有，就是它在几年前有把营区扩建一遍。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对比。如果我们查国军的新闻，知道海锋大队近期从蔡政府以来，国防政策就是发展，就是在这方面是有扩编的现象。那解放军呢，它也有扩编营区的现象，就同样性质的单位，它其实也有扩建营区这样子。我们可以来比对一下它营区前后的一些差别。它现在是长这个样子哦，你们知道它几年前长什么样子吗？在2021年的时候呢，其实它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小，后来到2021年开始扩建，开始盖，然后一直盖到2023年，差不多在24年的时候盖好。那它有一个扩建的一个现象，营区现场照片就是长这样子。所以呢，其实两岸在近海的防卫上面呢，岸岛部队或者是说海锋大队，他们同样性质，他们都占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并且呢，这个对岸呢和我们都是一样，把这个岸岛部队主要是使用在台海当面，就是比较近海的，尤其是台湾海峡的这个制海作战上面。那这个是我觉得两岸同有相似处。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解放军岸岛部队的阵地的视觉特征。新闻是表象，我们带你看见真相。欢迎收看《关键台海》，我是温约瑟。今天主要要谈一篇困扰我1年之久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呢是在10月14号的时候央视发布的。它主要呢就是提到这个73集团军的炮兵旅呢，它到了赣东某训场。那我们知道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简称嘛，那江西的简称就是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报道呢？就是央视每天报道这么多，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呢？因为呢，这个训练场其实呢，我们上次有谈到，就是在解放军地图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炮兵的北约军事符号。我们上次有和大家有讲到的，就是有非常多炮兵的符号。那这些炮兵的符号都是代表它的训练场。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在浙江东部沿海，在台海当面的长乐、平潭，还有泉州，就是有它远程火箭炮的训练场。那其实呢，东部战区有一个火炮训练场，我找了将近1年都没有找到，就是影片中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其实火炮的实战射击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进行的，它必须要在一些地域比较广阔的一些训练场，或者是如果要在海上射击的话呢，如果它不是专门的训练场，它就必须要发布航行警告，这个其实非常的麻烦。所以呢，找到它火炮实弹射击的常用训练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东部战区就3个地方，就是这个浙江东部沿海，还有在安徽东部的3届训练基地，还有另外一个神秘地点，就是这个央视在这部影片里面所说到的这个赣东某个训场，就是差不多是从去年10月的时候呢，央视就开始大量的新闻报道，开始呢有报道呢这个73集团军的炮兵旅到这个训场呢来演训，就是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我找了非常久，因为这个江西的东部呢，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广阔，然后地貌也非常的复杂，所以花了一段时间。但是终于找到了，并且非常令人兴奋的就是呢，也算是近期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是我们整理出它的交通路线。以往呢，我个人比较多都是整理出它的驻地，还有演训场，但是这一次是有交通路线的。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的几个地点呢，我们把它地理定位一下。第一个 ，OK， 这边有出发的地点，然后出发之后装载铁路装载的地点。好，那这2个地方的地理定位呢，就是在这个就是73集团军炮兵旅的营区。那这个地理定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总共1、2、3、4、5，这边有5个这种类似像小阁楼吗？这种装置1、2、3、4、5，这边也是。那这个的话是它的地理定位 ，OK， 我们就可以确认它的单位是73集团军炮兵旅，还有它装载的地点。那装载的地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在 ，OK， 我们先讲一下，就是73集团军炮兵旅的刚刚的驻扎地点呢是在这边，它的拍摄位置是在这里。那它铁路装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整理出它的交通路线呢，从这里开到这边呢是走哪一条公路。这个我比较没有特别整理，因为其实它离得比较近这样子。一般来说呢，这种军事训练呢，因为它的驻地呢是在福建，在福建的沿海，它要到这个江西的东部呢去训练。一般来讲，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铁路机动。它在这边上铁路，然后上铁路之后呢，我们再看到第三个画面。第三个画面是它这边是新闻报道，就是有讲到它经过铁路运输之后呢，到达这个演训地域，然后呢离开铁路这样。离开铁路，那我们就也要定位这张照片的位置。那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呢？这张照片是在江西的鹰潭市。是在这边。这一个长条状的，就是这一个。我们就可以判断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有铁路的，并且铁路在这边是有进来，这边有月台。那所以呢，它经过铁路运输之后呢，它在这边下铁路，然后从这边出来，开始转为道路机动。然后它的训练场是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训练场是在隔得有点远，这一边就是刚刚这个有一块一块的。大家知道这个解放军训练场只要出现这一块一块，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是让他搭帐篷的地方。大家有没有露营过？就是露营，我们知道每个帐篷底下都有一个平整的水泥地，让你搭帐篷嘛。这个就是在解放军的新闻通稿里面，这个地方叫宿营地，这个一块一块就是它的宿营地这样子。那隔了有多远呢？就是它铁路离开铁路之后呢，开车的距离有多远呢？大概有70几公里。它从月湖区呢开车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它出发的地点、铁路装载的地点，然后铁路卸载的地点、演训的地点，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成这一张图，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张。它在鹰潭南站呢卸货，然后从鹰潭南收费站呢这边上高速公路，上这个济广高速，然后行驶53公里以后，从金溪收费站下公路之后呢，开始转为一般道路，然后行驶来到训练场。然后呢，它的炮兵阵地呢，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这里，刚刚这一串炮就是在这里。然后它的靶标的位置，就是我们确认一下它山的形状，这样子一模一样，跟它山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那靶标就是设立在这个地方，它射击的地方，跟它靶标设置的地方呢，直线的距离是17.8公里，约17.8。这个其实就非常的有价值。这个代表什么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呢，就是它的交通路线。那尤其是铁路的交通路线，就是说东部战区的炮兵要来这边呢来演训呢，它铁路机动只能从鹰潭南站下车。你说这边有这边金溪线这边有没有铁路？福州市这边有没有铁路？其实都有铁路，但是能够让它这个炮兵单位军用车辆大规模下车的地方，只有在鹰潭南站这边的月台才能够满足。这个就好像我们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好了，就是国军如果呢要把车辆呢从中南部铁路运输到北部，并不是说到那个台北车站就可以下车啊，等等等等，就是能够让这个铁路运载的这个军用车辆下车的地方只有2个，北部只有2个，一个在靠近莺歌的汽机场，然后另外一个在五堵。同样的呢，东部战区的炮兵要在这个地方，要来这个地方，它铁路运输只能在鹰潭下车，所以呢，它必须一定来这个训练场，它就是会经过这条道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并且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周边道路的情况。周边道路呢，其实我有仔细看过，就是呢，它的道路其实都比较狭窄哦，比较狭窄，尤其是都会经过一些村庄，就是转弯幅度有时候都会比较大。其实这个训练场在央视的新闻报道里面有出现过3次的新闻报道都是这种比较窄的轮式火炮，并且转弯幅度比较小、机动性比较高的火炮。这代表什么呢？再加上它旁边的道路本身就比较窄，这代表呢，我们可以确认几件事情。第一个，铁路运载呢来这个训练场只能在鹰潭南站下车。再来呢，这个他来这边训练的单位呢，炮兵单位
只能够是轮式火炮，因为它旁边这个道路是有一些限制的这样子。那至于这个东西对台湾，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解放军的炮兵单位东部战区，主要是对台方向的这个炮兵单位呢，它要演训，目前观察出来，它只会在3个地方打实弹。就是浙江东部沿海嘛，再来是安徽的东部，就是有个3届训练基地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江西东部这个地方。那这3个地方里面，这个是最后一块拼图，就是还没找到，那终于找到。那这个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知道地点以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卫星的图资啊等等，我们就可以对它做一些演训的观察，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看就是这个训练场能够有效射击的最大距离，目前观察出来就是17.8，差不多约20公里。这个射程呢，我们就可以来判断，就是它其实，比如说像远程火箭炮就不适合在这个场地训练，它就会去其他地方训练。就是我们就可以更熟悉他们训练是怎么做的。那熟悉训练是怎么做的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他对台湾会使用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战法，做出一个更好的判断。我觉得今天还可以再介绍一个特别的地点，这个地方主要是在浙江省温州市瑞安。那它离台湾有多远呢？它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是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它其实有一个正式的番号，就是解放军每个单位都有番号和代号。那它正式的番号就是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综合仓库，它的数字代号是32509部队。综合仓库为什么重要呢？就是我们知道解放军有联勤保障部队，那每个战区都有一个这个联勤保障中心，像是中部战区的就是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东部战区就是无锡联勤保障中心，那南部战区就是桂林联勤保障中心。OK， 那每一个联勤保障中心呢，都有一个综合仓库。那东部战区的联勤保障中心的综合仓库就在这里，基本上都只有一个综合仓库啦。目前观察下来，那它这边也是有铁路的，有铁路运输。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月台，可以满足它的一些后勤装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仓库。然后有通道可以出来，然后呢，把东西运到铁路上面，然后再就是进行一个铁路运输的动作。OK， 然后这边里面有一些仓库，这边还有洞库嘞。大家看到这个洞库盖着迷彩，盖着一层迷彩，然后通道是往里面，往山体里面的这样子。这个很明显呢，就是也是遮盖了它洞库的入口，这边都是有入口的这样子。这个看起来是伪装网吧。OK， 这边有路可以上去。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在以往的新闻报道非常少，只有一篇。2022年9月30号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是潘代街道嘛，那它地方呢组织关于孩子的国防教育这样子，然后到这个营区参观。然后呢，在新闻报道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呢，就是他有使用过这个月台，就是东部战区71集团军的陆航旅有使用过这个月台做直升机的备降场。就是呢，当它的机场被摧毁的时候呢，它就会使用这个地方当它的备用的降落地点。这个差不多是2019年的新闻了，那个时候直20还没出来，这个还是直9这样子。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除了它作为东部战区极少数的综合仓库，就是后勤的一个重要的地点，还有呢，它作为过直升机备降场以外呢，其实东部战区就是有公开的直升机备降场，其实很少，这是其中一个。除了这2个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是具有源头打击的能力的，就是我们有一些什么雄升飞弹啊、云峰啊。然后海马斯应该是还够不到这边啦，那就是雄升飞弹和云峰，然后包括强攻飞弹，或许以后也可以改成地对地的飞弹，那是可以对中国大陆境内进行源头打击的。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哦，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在这一边嘛，然后台湾呢在这一边嘛，台湾如果要对它进行源头打击的话呢，不好意思，它被包在山体的里面。对，你的导弹必须要
转个弯，或者是直接攻顶这样子。我可以用佳山基地的这个机库来比喻，它其实是建在这个地方，在地形方面是有一些优势的，所以它才会建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大家有兴趣可以输入这个坐标来看看。那这些其实大范围的这些战略的判断呢，都是靠这些战术情报的累积。了解这件事可以对台湾有的帮助。新闻是表象，我们带你看见真相。欢迎收看《关键台海》，我是温约瑟。今天呢，先分享在前几天的时候去一趟日本，然后做解放军的相关公开情报的一些分享。那这部分呢，要感谢这个石坂明夫老师的提携，这样子。好，那这个分享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了，以这张投影片来讲，这个分享了一下这个解放军。这一串日文的意思是呢，这个公开情报对于解放军研究的价值有什么？那这边就主要有分享解放军的代号制度，就是解放军有5个数字当做它的代号，这样子，为了掩盖它真实的名称，所以它存在这个制度。那国军就没有存在这个制度。在日本的时候呢，我其实也被提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台湾近年的资讯操弄的议题。那今天呢，刚好看到了一篇报道。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要不要见习总书记呀？当然要。如果能够化解两岸所有的矛盾跟歧见，如果能够推动两岸的和平合作，带来两岸的共荣，我什么工作都愿意做，什么人都愿意借，怕就不要出来混了。强调自己什么都可以，郑丽文对两岸议题立场鲜明，尤其第一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发来贺电，未来更不排除来场政习会。现在更传出，中共在9月下旬曾召开极高层会议，会拍板支持郑丽文，就是因为他愿意在各大场合大声说出自己是中国人，不只符合北京对台主旋律，对2028拉下赖清德更是目标一致。如何远离战火，就是反对台独。所以我相信9·2共识跟反对台独会是我们台湾最大的、最新的主流。解放军 AI 介选，这个绝对会是一条这个近期比较热门的新闻。借蓝选党魁练兵，解放军神秘部队操弄实录。OK， 这边讲到说，国民党党魁近期的选举是郑丽文以黑马姿态胜出。其实我原本也以为是郝龙斌啊。大家都以为是郝龙斌。那选前呢，战斗来召集人赵少康公开指控中国介选，国安局也证实，这是重要文字。那分析超过200部支持特定候选人的影片，由 YouTube 频道发动，利用 AI 虚拟主播的这个社群网攻是由网络空间部队所为。其实这边就有举出一些案例，像是这个小豆苗，郑丽文为什么会有80%的支持者？郑丽文挟4大王牌宣战当主席必胜。郑丽文选择在此刻挺身而出。郑丽文的支持度竟然高达80.7%，他证明了郑丽文有能力在2028年让民进党下台的唯一人选。那就是用这个 AI 主播，然后呢来制造了很多频道啦，这样子。那这些影片呢，新闻报道里面说到，发布前1周，单则累积流量都未破万，但是用片海战术，攻进一般 YT 用户的注目影片来。这边就有举出一些例子，都是比较新的频道。哇，9月20号，就是非常新成立的频道，而且都在境外注册，而且有很多对岸的用语。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原始的制作者是简体中文的使用者，但是呢，他仍然没有交代说为什么是网络空间部队。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解放军把战略支援部队拆分成3个单位嘛，这个军事航天、网络空间和信息支援，它拆分成这3个单位。网络空间其实它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样子，我觉得它这个徽章很有意思，因为它这个配色呢，我在解放军的电子对抗的部队呢，也有看过，就是它的徽章有使用这3个配色。那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特殊的含义啦。OK， 网络空间和信息支援呢，其实是比较相对神秘的单位。军事航天相对就比较公开一点。那信息支援，我在之前我的那本新书已经有介绍过了，就是它主要负责的是电子对抗和通信工作。那网络空间的话呢，其实这3个单位里面最神秘的，我觉得是网络空间啦，因为没有太多人有整理出它的编制和任务导向是什么。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网络空间呢？真的有可能，但是我们这种就是我们比较解放军的研究者，我们基本上是没办法在没有证据的状况下，没有直接证据的状况之下呢，来铁口直断说一定就是哪个单位。但是呢，我在这边呢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解放军单位所为，可能有2个单位。第一个是网络空间部队，那网络空间部队呢，它在每个战区东南西北中5个战区都有一个网络安全基地。那也有可能有其他部门，但是都有一个网络安全基地。那它实际上的任务导向和编制，就是这个基地内部的编制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目前努力研究中，我会尽力的这样子，努力研究这样子，但是就是还不知道。但是有可能是它没有错。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信息支援部队的311基地。311其实是就是专门对台这个广播啊，然后就是中共之前通缉我们的这个新战大队嘛。那其实他们也有单位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海峡之声电台。那海峡之声的电台呢，它其实隶属单位就是隶属于311基地。那311其实非常有名啦。它在福州，它的正门就长这个样子，比较模糊一点，它的正门就长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可以关注2个单位，一个是网络空间，另外一个呢是311基地的网络中心。311基地的网络中心呢，主要会在它营区进来之后往右转这栋建筑物。如果是解放军做的话，我心目中其实是有2个单位，一个就是网络空间，另外一个就是311基地的网络中心。OK， 那这个是关于，我们就简单谈一下这篇新闻，因为最近国民党选党主席嘛，也比较热门一点的国内新闻。再来，今天要谈的是呢，和朋友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叫台湾国防研究倡议。我相信呢，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非常多人这个流连 PTT 军武版啊，或者是这个许多研究解放军的前辈们都会看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录影这样，所以呢，我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读书会。那这个读书会呢是最近成立了，那它存在的意义呢就是想要增进台湾青年对国防，尤其对解放军的研究，主要有2个主要的计划。那一个是我所主持的解放军公开情报，就是开源情报的研究计划，那推广开源情报这样子。再来就是兵棋推演 KTT 科普兵推这样子。那这个是主要是我的朋友那广正，那他也是台大的高材生，那他在主持的这个兵棋推演，这个就是我们的新成立的一个小读书会，那推荐给大家这样子。那我们的创办人呢，浩宇是这个前台大国安社的社长。那艾丽我觉得已经不用介绍了，就是他跟我一起出镜过这个之前一个节目叫《爸妈叫我不要谈政治》，那他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这样。那广正刚刚介绍过。那华州的话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在逛 PTT 军武版的话呢，他已经在 PTT 军武版呢发过非常多关于国军编制的文章了。OK， 那长期追踪这个解放军和国军的编制，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也把这个读书会推荐给大家。新闻是表象，我们要带你看见真相。欢迎收看关键台海，我是温约瑟。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一集，要带大家来看2篇报道啦。那一篇报道呢是日本媒体的报道。那日本智库呢，在10月1日中国国庆日的时候，经由分析获得的这个卫星影像，发现呢，这一看就知道是朱日和这样。这个总统府其实存在很久了。那他说他最近有扩编，应该说扩建的一个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扩建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它现在正式的番号叫做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它原本叫做战术合同训练基地，但是解放军目前它随着发展呢更加强调联合作战，所以它就改名了，从战术合同训练基地改成联合训练基地。好，它的营区长这个样子。这个地方呢，朱日和营区最北边这边呢，这个车库营房这边驻扎着81集团军重型合成195旅，这个旅很特别，他们绰号叫蓝军旅这样子。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朱日和基地就是解放军最大的
这个陆军最大的联合训练基地这样子。那他这边有专门编了一支蓝军旅，那就是仿效美军的教范啊等等，然后让各个部队来这个训练场来驻训，模拟和假想敌来作战这样子。来驻训的部队呢，他会搭帐篷，这个是给他搭帐篷的地方，这个一格一格的。那总统府在什么地方呢？总统府就在这边，这是他现在的样子啦。那扩建前是长这样。日本新闻的说法呢是说，就是他加强模拟呢对公台的训练，除了模拟总统府，还扩建了模拟司法院。哦，模拟司法院在什么地方？模拟司法院在这儿，在这儿。可是这和我们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和我们其实司法院其实也没有长很像相对于这个司法院，它的建筑形式还比较像北一女的，这是活动中心吗？好，我就当它是活动中心，还比较像北一女的活动中心。这是外交部啦，这是外交，这是总统府前的广场。这是什么？这个地方应该是228公园，然后这个应该是228纪念馆，也没有很像。这个虽然都是倒 L 形状的，对，但是就是它只是做个大概这样子。其实相比于这个地方呢，你真的要说攻打博爱特区、模拟博爱特区的作战环境，相比于朱日和啦，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个训练的话啦，在阿拉善的那个训练场还比较符合实战一点这样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明明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做的比较精细啊，你看他连总统府都建筑样式都做出来的这样子。但是你如果去看道路的比例，比如说我们来对一下这一张好了，来总统府前面凯道其实它是有一个弯曲的角度，但是这边没有把它做出来，而且这个建筑是什么东西啊？它模拟了什么？这个建筑如果按照这个来看的话呢，外交部在这边嘛，你看外交部其实没有离这么近，那这个建筑呢，我就看不懂它是在模拟什么了。那这个又是什么？我们可以来对一下228公园后面嘛，台北宾馆，这也不像台北宾馆啊，对。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国发会，这地方是国发会。OK， 国发会还好啦，面积上算它像啊。OK， 你如果看整条路的比例尺，其实是有点奇怪，就是它没有很符合这样。所以我对于这个地方的理解呢，是解放军他在朱日和，因为朱日和都是以大草原为主的环境，那它比较没有城镇作战的这个训练场，所以呢，他就在这边盖了一个这个城镇作战的训练场。既然他有这个盖城镇训练场的需求，那他就顺便直接拿台湾的这个总统府呢，拿来当他的这个训练场的造景。但是呢，这个训练场之于这个夺取博爱特区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实战性呢？其实我认为是非常低，因为它完全没有按照比例来画，建筑很多样式也不对，所以它还是一个，就是它在建筑样式上面，它是有一点炒作的意味这样子，然后政治上面炒作的意味。但是呢，我们回归它的本质来看，它就是一个城镇作战的训练场，只是刚好就是它刚好要盖城镇作战训练场，然后拿台湾的这个来炒作这样子。真的要说的话，阿拉善的这个还比较符合，但是它好像不是拿来城镇作战训练用的。比较符合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按照比例尺来画的。那日本记者其实有按照它的这个比例来博爱特区实际走一遍，误差4公尺到16公尺，这样就是50公尺以内，其实比例是 OK 的这样子。我认为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炒作设施这样子，那拿来城镇训练，顺便炒作这样子。顺便提一下好了，这个东部战区呢也有一个城镇训练设施，那它在江苏的北边，主要是71集团军在使用。我们可以看到江苏宿迁市、落马湖，大家记住这2个参照物，然后我们往北边拉到这个看起来有山的地方，这就是东部战区最大的城镇作战训练场，在这边。这个地方也存在很久了，台湾媒体在我高中的时候有报道过这样子。我们再看第2则新闻，第2则新闻是这边说中国在普丁的帮助下演练攻台，这个大家应该有看到这篇新闻。那这个俄罗斯一家国有军火公司与中国军方之间一项备受争议的交易里面，这个骇客窃取的数据显示，双方制定联合入侵计划。
OK， 反正就是一个骇客组织它取得的数据这样子。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装备技术合作局中方代表团，他和一个俄罗斯国有企业签署了一个他要引进空降兵的装备。OK， 那它主要会引进伊尔78、伊尔76。装甲车 BMD4、BTR， 这些都是俄罗斯的这个空降部队的装备啦。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因为其实解放军空降兵和俄罗斯空降兵啊，它的装备其实解放军已经领先蛮多的，那还有作战思维上面，其实联合作战的能力上面，其实都领先俄罗斯。还要买装备，这个我就比较难以理解一点。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应该说唯二能够想到的，就是解放军在空降作战能和俄罗斯学习的，就只有2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即便呢它的空降兵的作战的载具啊等等，其实是解放军是领先的，但是它仍然有一个解放军目前还没有的技术。那当然我不知道解放军是不是想要透过这次合作，然后获得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呢，就是在空降作战上面，一般来说呢，就是像解放军的空降作战呢，它就是车子先下来，先从飞机上先空投下来，再来换人下来，下来之后呢，人集结，然后找到车辆，然后上车，然后车辆集结开始作战，这样子。它需要一个集合的过程，这个人员先集合，然后找寻车辆的一个过程。俄罗斯的话呢，它有一门技术，就是它可以人车一体空投。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人直接坐在车子里面，直接从飞机上空投下来，这样子。这门技术呢，它其实在空降的这个结构上面，还有包括这个降落伞的结构上面，它是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它快落地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要人车一体空投的话，因为车子里面是有坐人的嘛。所以你在车子快要落地的时候，它的下面会装着一个反推装置，那在接近地面的时候会启动，给它一个反推的力，然后来减缓它的冲击力，这样子。这门技术目前只有俄罗斯这么做啦，美军目前也没有这么做，这样子。中国很有可能就是我目前想得到的唯二2个，其中一个就是学习这门技术，然后获得这门技术这样。第2个呢就是经验。其实解放军空降兵在实战的经验是不多的。解放军空降兵在上一次遂行准军事行动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大家知道吗？是四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四川山区的交通是断绝的状态。那个时候解放军其实还称不上是很现代化的一支军队，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派空降兵，然后空降下去，在非常危险的状况之下，就是你也不清楚当时下面的地形经过地震后长什么样子，就直接空降下去，然后去开辟通路。但是最后成效也是甚微。但是这个是解放军呢空降兵上一次遂行准军事行动，就是四川大地震。相比于解放军空降兵呢，那俄罗斯的经验是多得多。尤其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俄罗斯空降兵其实遂行了不少次的作战，虽然都是失败比较多，但是失败的经验也是经验啊。所以，我比较想得到的就是第一个，这个人车一体空投的技术，然后第2个呢就是空降作战的经验。那这2个是解放军比较缺乏的，所以至于这些装备呢，我坦白讲，都已经有运20的状态下，还要买伊尔78，这个就是我其实是抱持怀疑啦。那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看看。新闻是表象，我们要带你看见真相。欢迎收看《关键台海》，我是温约瑟。那今天呢，要带大家一样，我们来看最近的军事新闻。那《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呢，最近在台湾呢引起了一些讨论，算是近期比较主要的军事新闻。那它报道呢，中国呢用来攻击台湾的飞弹。那这个是他的报道的题目。他在前半段主要是讲火箭军的部分。火箭军呢，其实他在近年呢有一些营区是有一些扩编的这个现象。那在最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陆军的远程火箭炮，讲到这个火箭军61基地第611旅这样子。那它的营区近年是有扩建。那这个旅呢非常特别，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大家如果有在关注解放军新闻的，应该还记得，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这是611旅的营区这样子。习近平曾于
去年的10月17日，那视察这个单位这样子。那这个单位在习近平的那一次视察里面呢，它被曝光，就是它正式呢换装了东风26型飞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当时的定位照片。那张照片的拍摄位置是在这个是它的营区，然后它的车库是要往山上面走，在它的车库和这个车棚主要是在这一边。那张照片是从这一边往北边拍，这一栋房子呢就是这一栋。我们先来看一下《纽约时报》它是怎么说的，就是呢，这个营区其实它在近年呢，第一个它扩建了它营区北面的车库，再来呢，它在它的营区的东北侧，它也扩建了一些设施。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其实《纽约时报》呢，它说它扩建了这些发射的正位啊，还有相关的设施呢，这个地方是在这一边，是不是看不太出来？那因为这个照片，这个 Google 的照片还没更新，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来用我们的免费的商用卫星图来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明显？这个是今年9月22号的空拍照，这样大家可能会疑惑，就是这一个个这个凸起来的这个点呢是什么？这一个个呢是它的发射阵地的意思，在准备发射或者是做一些训练的时候，它的发射车就会停到这个里面。有一些分析有叙述说，就是《纽约时报》报道这个地方的理由是，这个地方的发射阵位异常的多、异常的大，而且增加的最快。但是如果我们撇除近年增加的这个因素呢，其实解放军很多火箭军单位，它的营区旁边都有类似像就是很多这种发射阵位给它训练用。其实主要是训练，它真正发射未必会在这个地方这样子。那这个地方这么多发射阵位，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火箭军的单位，在江西赣州，在赣州的信丰。那这个是61基地616旅，它在这边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发射阵位。大家看到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就是那现场照片长这样。所以呢，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就是它这个是训练用的设施这样子。那它真正发射的时候未必会在这个地方，就是真正作战未必会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本身就是机动发射车嘛。但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呢？在近年这个611旅呢，它的整个旅的规模是扩大的，以至于它需要去扩建这些训练设施。那火箭军其实很多人讲了，比较没有被引述的是后面这个陆军远程火箭炮。远程火箭炮其实我们上一次也有讲到，再跟大家更详细介绍一下好了。这个地方是平潭，就是在历次的台海演习里面，我去地理定位这样子。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北约军事符号。大家有没有在国术馆？是不是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图片呢？但是其实呢，这不是国术馆的意思。这个在北约军事符号上面呢，这个是火炮的意思，就是中间一个点，这是火炮的意思。那火炮上面加上2条箭头，这个就是火箭炮的意思。那远程火箭炮，我们就在下面加一个英文的远距离，那它就是远程火箭炮。那这个就是北约军事符号。台海当面的远程火箭炮主要部署在3个地方，一个是在福州的长乐，一个是在平潭，那一个是在泉州的石狮。这3个地方呢，分别归属3个不同的单位，就是71集团军炮兵旅、72集团军火箭炮兵第1旅，那还有73集团军炮兵旅是在泉州的部分。那炮兵的炮呢，解放军都是用火步啦，所以我们也用火步这样子。那国军是用实步的。这个是主要的目前已知的台海当面的远火的部署。但是呢，如果真的要统整东部战区所有的远程火箭炮呢，陆军的远程火箭炮主要有这4个旅，71、72、73的炮兵旅没有问题。解放军集团军炮兵旅这个和大家讲一个小知识，这样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火炮单位呢，都是3的倍数，就是比如说这个3个营或是6个营这样子，然后1个营3个连。国军呢都是4的倍数，比如说像国军呢，这个它的炮呢可能呢都是以4门炮为基准，然后4的倍数这样上去。那解放军都是3的倍数。OK， 那解放军集团军炮兵旅呢，6个营里面呢有2个营是远程火箭炮营，然后1个营至少有3个连。3的倍数嘛，1个营至少3个连，每个连呢有8辆发射车和8辆补给车，所以总共有至少16辆车这样子。这个是集团军炮兵旅啊，就是71、72、73东部战区的，这没有问题。比较特别的是呢，解放军在近年其实
对于远程火箭炮的使用呢，这个我们上次也有讲到，就是其实是有所加强的。那新编了一些单位这样子，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要特别在最下面再多加一个远程火箭炮的原因。它新编的单位里面呢，最有名的一个就是72集团军火箭炮兵第1旅。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72集团军的炮兵旅严格来说是有2个，一个是有装备榴弹炮和一般火箭炮的，就是一般的炮兵旅这样；另外一个就是只装备远程火箭炮的72集团军。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这个单位是2022年年底成立的，12月的时候成立，它的代号是31622这样子。它是呢6个营，全部都是装备远程火箭炮这样子。它部署的位置就在离台湾最近的平潭这边有至少1个连，并且呢这个连呢，它虽然是新编的旅，但是这个连呢是继承了一个荣誉称号，叫做这个模范火箭炮兵连这样子。据说啦是823的时候，这个开第1炮的呢就是这个连所以呢它现在装备远程火箭炮部署在平潭。我们可以再仔细带大家看一下这3个。我们先看福州长乐的部分。福州长乐呢，我们刚刚有讲到是71集团军的炮兵旅嘛，它在地图上面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远程火箭炮的军事符号？那这一个呢就是长乐机场，它是一个民用机场。71集团军在这边的这个火箭炮旅呢，这个炮兵旅呢，它的原火就部署在长乐机场呢西北侧这个营区，就在这里。这个是它远程火箭炮，它盖那个防水布，然后开出去的画面。那这个地方呢，就在这里，那就在这里，我们要转一下，这样转一下方就在这里。我猜后面这边应该之后会盖车库啦，对，它不可能这样子，它露天停放，应该会盖车库这样子，还没盖。这个单位呢，它在营区附近呢有记录的呢，它有使用过2个地方当它的训练场，还有发射阵地，一个是在长乐机场的这个跑道头这边有一块空地，这边有一个新盖的公路，那他要使用过这个地方。这个是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那2022年的8月，他是装备 PHL-03，然后他就停在这边，做一个发射的动作。其实我有点困惑，为什么他停在这边？因为这个是比较就是解放军 PHL-03，它是相对射程比较短的远程火箭炮，这样它其实在这边其实要够到台湾是有点勉强的。还有他也使用过这边滨海的这个公路，那有做演训。那这个是2024年6月12日的时候，他使用这边当训练。那这个是长乐的部分，平潭就非常多了。平潭我们等等介绍。我们先看一下泉州的。泉州的话，就是73集团军炮兵旅的远程火箭炮。这个单位其实非常特别。73集团军炮兵旅的驻地呢，在泉州的进来这边梅山镇这边。它的驻地，它的营区是在这边，它的发射阵地呢，就是以往公开报道里面的发射阵地，那主要是在这个区域，所以呢，它有前进部署的一个需求，虽然说距离没有很远，但是它依然有前进部署的需求，所以这边是一个废弃的纺织厂，泉州石狮市嘉隆石化纺织有限公司，他们有征用这个没有在使用的纺织厂，当做他们的临时驻地。注意到这个罐子。然后呢，还有它这个炮兵呢从这边出去，这里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门口这边，对，它要使用这边当它的临时驻地。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卫星空拍，我记得是有拍到的火箭炮的部分。然后这边盖红色的这个是榴弹炮，这红色的是防水布，这样全部都有盖防水布和伪装网。所以呢，它主要的部署地点就是在这个纺织厂，发射阵地会在这里。因为这边离台湾算是这个区域里面离台湾最近的地方，那会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大家注意到这个水池啊，这水池已经被填平了。OK， 它以前是长这样子，对，就在这里。那这个地方离台湾有多远呢？我们量一下好了。这个地方离台湾最近的距离差不多180。那这个其实以解放军远火来说呢，是刚好够得到的程度。就是如果是要打击滩岸的话，是刚好够得到这样子。比如说他今天如果要从台中遂行登陆，台中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要域，因为呢它有机场，它有港口，它有可登陆的海滩，
所以呢，必要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从这边支援这个登陆作战的。那但是也就是刚好够得到的程度啦，这样子。再来就是这个《纽约时报》呢所报道的平潭这个地方是部署最多的，它部署的位置就在这个沿海，这条路叫做沿海大通道，这样子，它就营区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营区其实在早年是海防营区，是一个海防团的营区。那随着解放军海军的成长呢，它其实海防需求是比较降低的，也可以给一些公安机关这样子。所以呢，它在这边呢就把它改成远火的营区了。这个黑色的、这个灰色的这个石子路呢是近年新铺的，以前不是长这个样子。他在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呢，车子就是从他车库在这边，那车库呢从这边开出来，然后沿着这一条路有没有被树荫挡住了这一条路，然后开到马路上面，然后越过这条马路呢，再从这里开到这个滩头旁边。这个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这个是当时的照片，他就是在这边做一个射击的动作，就是他当时射击的位置是在这边。那随着季节的变换呢和时间的推移呢，它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今年4月的时候呢，他有在这边有拍过照片，大家可以对一下这个参照线。那这个草的颜色不一样，是因为季节的关系。所以呢，平潭其实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解放军陆军远程火箭炮的重镇。那这些远程火箭炮到底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它的杀伤效果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它比较小，但是它的量非常大，然后第二个成本非常低，所以呢，它在战时的时候呢，它可以大量的消耗掉台湾昂贵的防空飞弹。就是台湾其实防空飞弹都是以天弓和爱国者为主。撇除陆军的那个野战防空啦，就是空军的防空都是以这个为主，这样。那其实这些飞弹都不便宜。那相较于远火呢，就是拦截的话，有点像把50块的东西砸在1块钱上面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台湾当前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共军的威胁，就是它可以和火箭军配合，采取一个复合式的饱和攻击这样子。那这个也是我们建军备战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今天主要就是带大家认识一下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那透过《纽约时报》这篇的访问，这样子。新闻是表象，我们要带你看见真相。欢迎收看《关键台海》，我是温约瑟。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一篇国军的新闻，国军战备影像露馅。那其实这个就是他说作战详定人是10几年解放军旧编制。关于国军的这个影像呢，这个来源都是公开的哦，它来自于军文社的报道。OK， 那这篇报道呢，它是在今年春节的陆军加强战备演训。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写新竹战斗队啊等等的。那这个是装甲54两旅，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写迅雷，这个是54两旅。那这张照片呢，这一边可以看一下这张编制图。那这张编制图呢，它就是解放军模步团。其实它是一个，我们知道有个编制是33制，就是呢一个团呢就是3个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3个小格，那这边就是有3个营这样子，而且这边明显是写模步团。那模步团是什么时候的编制呢？模步团其实已经是解放军在2013年军改前的编制了。那模步团绝大部分都改编成现在的解放军轻型合成旅。这个是今年陆军加强战备的新闻报道。这意味着说，其实陆军有某一些，我不敢说全部啊，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的至少54两旅的某单位，那它还在使用着解放军军改前的编制，那作为这个想定的标准。当然也有可能它只是把它挂在这边而已，但是就是没有更新。那我想这个是有必要更新一下的，因为其实解放军的编制呢，对于我们准备战备来而言是非常的重要啊。解放军其实是一支非常愿意这个大刀阔斧改编制的一支军队。当然，他贪腐呢也是贪腐非常严重，也是事实。但是他们的编制我们可以看到，近10年来它是改变了非常非常多。从当初的这个装甲团、模步团改成重型合成旅，改成轻型合成旅，然后新编这个中型合成旅。这个其实我们以规模上来看就好了。这边的这个模步团我们有讲了，就是3个营嘛。那解放军改编的它变成轻型合成旅。轻型合成旅的话，解放军一个合成旅就是9个营。
那9个营里面呢，前4个营是负责作战的合成营，后面的5个营呢，负责其他这个专业保障的兵种营，包括防空啊、侦察等等。所以呢，总之呢，就是需要更新了啊，资料需要更新了。好，那这个是国军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它在4号有报道，根据卫星影像勘源资料，在东南沿海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它主要有讲到几个啦，温州乐清湾一座大型新2栖舰艇基地。其实《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它提到的这些地点呢，都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我们可以先一个个来看啊。我们先来看乐清湾好了。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新建一些码头，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检查一下它是什么时候建的。《华尔街日报》是前不久报道的嘛，它在2016年的时候，它规模还非常小，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历年的变化，然后它在17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建设的痕迹 ，19年就新盖了一个 ，OK， 一直到现在，这边还增加可以让直升机停的这个机位。其实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边驻扎是东部战区海军登陆舰大队，那它的这个代号92529，其实它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也倒是还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我其实有印象，就是它有讲到几个地点，就是上海的这个登陆舰支队的营区，然后还有刚刚我们看到的在浙江东部的，然后还有在漳州的。OK， 我们来看一下上海的。那上海的话就比较明显一点，其实这个地方先前国际媒体已经报道过非常多次了。这个地方它也是驻扎东部战区海军登陆舰支队，只是呢它驻扎的舰艇呢比较像是大型一点的舰，例如075还有这个071。船坞登陆舰，那这个是按照因为075和071呢，解放军海军的这种大型舰艇下水数量一直在增加。那他们其实以前的母港是在哪里？大家知道吗？他们以前的母港呢，在这个吴淞还有这个鸠江地区，在这边。那其实这一边的规模是非常小的，它已经不足以应付就是解放军大量的2栖舰艇，并且现代化，而且吨位也更大。尤其有075这种大家伙，那它已经没办法容纳，所以呢，他们就在这边新盖了登陆舰支队的新营区。那这个地方呢，有没有出现过一些新闻报道呢？有，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过一篇啦，我有记录过一篇，这边有报道东部战区某保障大队，这个是我看过的唯一的一篇啦。那它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呢？我这边现在是2025年嘛，我们可以往前到202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工建造，所以也非常久。好，那今天着重要讲的一个地点呢，其实就是它在漳州一个地方有新盖一个陆航的机场。那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有提到，但是呢，我看到这一篇我就想到最先报道这个地方的其实是台湾媒体啊，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3月。那个时候就有爆出解放军在漳州有新建这个陆航基地。这个陆航基地它是非常特别的，它驻有2个单位，哪2个单位呢？就是73集团军的陆航旅，还有东部战区陆军直属的一个无人机旅。那它是无人机第137旅，那这个只是它的番号而已。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有停非常多的直升机，这个基本上是5直10啊。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无人机旅。那无人机旅的话呢，它是在2023年的春节期间第一次的露面，这样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当时的报道。东部战区陆军某直属旅，这个是2023年1月3号，那个时候它开训动员。OK， 我们看到这些照片，没有问题。彩虹4型无人机，大家注意看一下它这个跑道的标线呢，这有2个格子嘛。这个格子是有和这个椭圆形有对称的，然后旁边这个却没有，所以呢，就可以判断出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这个机场呢，至少从2020年就已经开始建设，并且在2021年曝光，并且它驻有2个单位，一个是73集团军陆航旅，一个是东部战区陆军的直属无人机旅。那这个无人机旅其实已经它的彩虹4，其实先前国防部还有公布那个路径轨迹图嘛，大家可以去查之前的。那只要从这个闽南起飞的，然后是彩虹4型无人机的，基本上就是来自这个单位。
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塔台的左右两侧都有机库，在塔台的右侧这一边，这个机库主要就是给无人机旅停这个彩虹4无人机，那旁边就是主要是给陆航旅。那73集团军陆航旅除了这个机场以外，还有惠安机场，所以73集团军陆航旅有2个机场，无人机旅的话就只有在这个机场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它机场的旁边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直升机的这个正位？其实我看过解放军这么多的这个陆航的场站，就是机场，他们叫做场站这样子。这个我可以说是几乎是数1数2大的一个，并且这边还可以做一些机降的训练。这个就是华尔街在这篇新闻报道里面所提到的。那除了这几个军事设施以外，他还提到了这个厦门翔安机场，然后还有长乐机场。但是翔安机场和长乐机场其实都是民用的哦，都是100%民用的这样子。那它没有驻扎，就是依据公开资料显示，还有我们卫星图确认，它其实并没有驻扎军机，它也没有军机的相关的保障设施。我比较好奇，它怎么没有提到台州机场？那我们看到台州机场的部分，那台州机场这边有一条跑道嘛 ，OK， 那它的滑行道这边一条，这边也一条，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卫星图。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翔安机场和长乐机场，就是华尔街有报道说它扩建嘛。其实我觉得扩建机场比较值得讲的是台州路桥机场，因为它是一个军民合用的一个机场。这个是2025年4月，今年4月的卫星影像，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先前呢，其实它是军民合用，但是它有点拥挤啊，因为它就是军民都是用同一侧这样子。后来它把军和民分开，那民用航站楼就盖在东侧这一边。但是这个有没有什么战术上面的价值？其实是有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军民合用的机场，就是这个机场呢，它其实在后勤设施方面是能够保障军机起降的。虽然说是扩建民用航站楼，把军和民分开，但是它仍然是在同一个机场的范围里面，并且呢，民用航站楼这一边的腹地呢，在真正战时呢，提供战机转场啊，等等等，也是有一个利多的作用啊。所以，与其讲翔安机场还有长乐机场，其实我觉得扩建方面，这个台州路桥机场反而是更值得讲。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